找到了旅行社，邀您共赏笑年出发吧。你敢不？你不要切结那里嘛！你刚刚有看到切结吗？是鱼人在拱我。把那个这样子灌进去，哎，你要快点哦，不然这一盆就满。那个游泳，先把它关掉吧，先关掉。拿好了，来，我来，来窗帘，好，3，这是仓库，开始了，这是开始采一个韭菜，我跟一个辣椒，然后来录我们你的好喜欢，不要给它开水，不要给它牛奶。那没有了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当你给我躺在那个，走开。佳佳哥哥，今天来到了宜兰南洋平原 ，yes， 我们呢就是一日两地5节东山地毯式搜索行程，耶！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？来到这边呢，一定要找到那个阿嬷的最佳的风味啊！哦，有一个挂地瓜崩，满桌的菜，琳琅满目啊！这是老师他们家小时候的口味，天然对啊，入味。即化。然后你知道宜兰有3宝吗？我知道，大宝、2宝加小宝，不是，还是什么？是胆肝鸭赏金枣糕。我们要来玩胆肝，来个肝胆相照。稍微沾着金枣酱，哦，金枣酱，看起来粉嫩粉嫩的。有没有那个一点的那个中药味道？有一点点烟熏味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今天呢有一种水果正在结婚啊，正在办婚礼。水果对，我要带你去仙头沙。仙头沙，来，典礼开始，来，噔，很重哦，很重哦，来啦，来。加油！加油！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只有星期3晚上的清沟夜市，那是呢一个最长的一个夜市1公里的人潮啊！对啊，哇塞，好可怕！哇，很烫呢。但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个瓜包是硬皮的，它皮就是银丝卷的皮，超香的。是你知道为什么我找这个饭店要叫花时间？就是你要花时间慢慢的、仔细的品尝这边它的这些建筑，然后你享受在这个慢活的氛围里面。的确，我觉得里面的所有的那个绿色植被，你看生态这边已经开始在因为季节产生一个不同的特别颜色，超 chill，很惬意，会不小心是秋意，不小心的揪出来。因为它这个早餐也很厉害，都是用在地食材，而且在地，这完全用在地食材。在地 AB。哇，这早餐也太令人惊艳了，耶！不可能这么丰盛吧？我喝那个龙虾金蟹味噌汤。这是极地蟹黄海鲜粥，这回去要高中状元了。而且从来在饭店没有喝到这么高级的汤，还用龙虾来炖，它可以自己加葱，加什么都自己加。真的，我汤变成虾软粥了。像我觉得还蛮迷人的。你还抓点那个芝麻昆布那边。哦，对对对，哇，那个香气一定十足。哇塞，这个是可以自己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你要吃的面搭配你喜欢吃的食材，然后会有服务员帮你料理，这种东西有点奢华。宜兰的菇类也是很有名的，然后木耳都来一点点，因为他们这边就是主打健康蔬食，都是在地的，然后现采的，非常新鲜。这个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溯源。对，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么好的一个 delicious 的一个早餐？不露大师，师傅。我觉得不露大师哦，他很像一个日本那种很帅的那个武士，
做事情很认真的。所以他这个帽子里面有武器哦。不是，他的家人都住在帽子里。喂，因为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想他的家人。对 ，OK。我来喝这碗粥，它叫鱼暖粥。这我们的招牌。我们汤有洋葱、小鱼干，还有龙虾，还有蟹身，是鳗煮熬成的一个海鲜。而且我觉得那 CP 值超高，就是这些旁边的配料是你自己去加进去的。那个虾仁真的一直在弹我的牙，真的噼里啪哦。我刚看到这个粥，我是非吃一口不可。好美味哦！后面有画面的，什么画面？你好像在落雨松的丛林里面，在所有烟波的花上慢慢的行走。然后这个意大利面也是结合了鸭肠，它是奶油的。这好好吃哦！它这个奶油很绵密。这个小朋友很爱，我也很爱。而且我刚看到这个炸鱼很有咬劲，炸的糖醋土豆鱼，这个小朋友超爱。我最喜欢就是吃这个了，对，甜甜咸咸的。但是我刚看到这个椒麻，这个酱也是自己特别调的吧？自己发酵的泡椒。哦，泡椒啊！而且我发现这个剁椒鱼啊，连不敢吃辣的人其实也可以试，因为它的辣椒香很香，但是它没有想象中这么辣。这道是黑蒜鸡啊，黑蒜鸡，黑蒜鸡，对，一定要吃一个，一定要吃。哦，它有点像三杯鸡的方式。对，我们用改良的黑蒜果树去发酵打成的一个酱汁。这个非常入味，而且入味之外，不会咸，那个鸡肉又超级嫩的。这里面真吃到鲍鱼哎，有小鲍鱼，还有干贝对虾子。能想食量这么大的人来这边，这随便这样吃都破千了。这豆腐好可爱哦！而且它海鲜粥你有吃吗？怎么样？我吃啊，超丰盛的。早餐怎么样？很厉害吧？还有鲍鱼。太强了！那种早上就吃海鲜的啊，太奢侈了吧？那个早餐还有海鲜呢。肚子，干嘛一直照镜子？我们外景不是超级忙，每次吃完饭我都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剔牙齿，然后就很容易会有菜渣卡牙缝啊，这样会造成一些口腔味道，我觉得很困扰。你要早点告诉我嘛。我们外景组不是有一个法宝吗？是什么？很厉害的漱口水。因为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吃饭，常常那个牙齿都会卡菜渣，有没有？它就可以清除掉了，而且天天使用都没有问题。使用完之后，口气就变得非常清晰。这么强，可是它会很辣吗？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漱完觉得嘴巴很刺痛。不会，它是无酒精的。每一餐吃完饭之后，其实你都可以拿来漱漱口。我已经被他说服了，我也想要去漱了。我来试一下。你吃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去漱口好不好？要赶时间了，刚才已经被导演催。对，我们要赶。好，走，去试试看。到了宜兰就要带你来找我的老朋友了。他以前呢是少林寺的，他是有功夫的。然后其实呢，老师傅还没有真的教功夫之前，就会教你先劈柴。你有没有听到劈柴的声音？有哎，来了，啪！哎，小顺，阿红师，你好，阿红，你好，来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这不是柴啊，你是来带我吃甘蔗？我跟你讲，人生就是要倒吃甘蔗，因为呢，这个甘蔗的甜呐，跟今天呢我来找阿红师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是真的来吃甘蔗？来，等一下，你要倒吃，白甘蔗很硬啊，红甘蔗才可以吃啊。对啦，因为纤维比较硬，对你根本咬不下去。因为南洋地区啊，过去呢养鸭人家很多，是。那你鸭子养那么多怎么办？他的祖先叫阿万，阿 two， 阿 three， 阿 four， 你个阿four，阿红啊，他们呢怎么样做出好的鸭嗓？就是要呢用这个白甘蔗下去熏它。哦，是不是来吃鸭？对，先做工才有功夫可以学。好，先把甘蔗的一节一节的，一节砍断，好，然后再对开，25公分或30公分都可以。哎，哇，你功夫不好，你不要切节那里嘛，你刚刚有看到切节吗？这节的很像拱拱。
再对切，对这样它在燃烧的时候，那个汁才会熏上去的。对，它的甜味跟香气才会。甜味跟香气对，不然你熏不到里面的肉啊。这个有一个诀窍，你就把它先豆姐，剁下进去，就这样下去就好了。哎，OK 啊，还是歪的。那你先长歪歪的，这个船几年啦？总共大概70几年了。 70几年。对，哇塞，离100年老店还差20几年。以前这条路每家每户都有在做，现在有做的少数的，没几家了。没几家了。对。其实能传承就是一个福气啦。而且你用甘蔗传统烟熏的更少了。嗯。想到顺哥要带你来做这种苦力服。常常在做，习惯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比较没有见过世面的，就要出来见世面；那比较呢辛苦的，就是要承担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多人呢很有尝试，很多人什么都要尝试。能听懂吗？听得懂。是，来啃一口。哎，这是白甘蔗，红甘蔗才能吃。我是学到了。这个太硬了啦。来，快点，快补一补。快补。你要既然你进去里面学功夫了。来看小何，哎，有一句话叫宜兰有三宝，你知道哪三宝吗？大宝、二宝加三宝。它不是三宝，它叫小宝。当瓜二杏冰州沟，胆肝排在第一名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呢我们的阿红师肝胆相照。所以我们今天主治医师，我们今天要就是都咱讲手术秘密，无不用知哦，无不用知哦，你当处理啊？咱就没出去哦，我袂使讲咱有去开过哦。来，按那灌，把那个酱汁灌进去水管里面，就是比较会更会康。哦，把它投到那个它的分液里面。对。你看它酱汁已经喷出来了，酱汁，然后是把它插到里面，黑得康，对，把它压住，它会膨胀起来。有，对吧？喷出来了，喷了，瞪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拿一个，你们帮人看，帮我拿一个 O 型的，然后巨蟹座，找它的血管出来，要找到那个血管。哦，你要快点哦，不然这一层就满，那个就变游泳池。先把它关掉吧，先关掉。好，再找不到。我来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啊？有了，那你找一找啊。等，啊，我垂，还是挖鼻？没有，一定在白色那。一定在白色。哎，有，哎，找到了，这个洞吗？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哎呦，报纸是大夫没有找到，不可能啊！好了，我不会浪费时间。等，我们要看到在哪里啊？连你也找不到吧？那就好笑了。这边啊，哪里？没有。哦，加了。来，我转过来。等，就不见了。没有，这个，哎，等，关进去。不是的。我来。我看到。我的挂钩。加了。对啊。加了。看啦。有找到吗？加了。灌了，他会碰我脸吗？不想要压住哦。要注意。喷了，已经喷了。停。很重哎。这个我找到了。好，来，关进去。好，压住。好，拿口罩。喷了。哪有这么快就喷了啦？他血管不多。先关起来，我又看不到了，你这样子，我看从旁边喷，你看喷了。有喷泉的，原来还有这个功夫哎！真的，我们以为入味是要把它切片，它才会入味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来这边练功夫的。来，阿红师，还有其他的工作吗？这个还有另外一个。哎，真的吗？腊肉，这个真的要学一下哦，这个有难度。我们现在又来到另外一个的密室，这个密室里面有很多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遇到的是腊肉。为什么叫3层肉？因为它肥瘦都是一层一层，都很均匀的。肥肉算一层，瘦肥算一层。这我们已经腌制好了哦。那要怎么串？
就把它这个尖尖的，尖尖的，至少要串3到4公分。哦，那它有个头，而且不能串在那个肥的那个预热烤的时候它会变软的时候会掉下去，会比较危险。要串一根10个，一根10个，像这种东西有点肥肉没关系吧？这是尾，这是五花肉的尾巴。哦，那是尾巴，这是头。它会头啊？头跟尾你都分不清楚。头你要怎么分啊？头是那个肥比较多油啦，啦。它肥啦。好来，加啦。你那拿好。我拿好了。来，我来。来窗帘哦。第3个，嘿，3，这边是头啊。对。确定哦。哎，你会看哦。我就挑的功能太好了。跟它有感情。从瘦肉吃下去。哎呀！先帮他叫啊。好饭能吃。2、4、5，对，剩4个。2、4、5，剩4个。2、4、6。我跟你讲，会不会算数？我跟你讲，是仓促，在这他，这我的他，头哪一边？头是哪一边？报班长，这吃不进去。4枪4不够啊，要多练习。我们先拿这样子，是，直接枪就掉了。哦，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早点讲？因为它好了，我放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了，好，进去一下，等下到那个架子上面再调。我们烤上去。好，还有啊，还有，你不是说10条？10条，先烤这条，全部做完再过去。报班长，你有2天的时间。赶高铁。你有发现？嘿，这里都是这样，很像旅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日式的旅馆。这是干嘛？我们这就是放肉的地方。架子上面啊，这是放肉的。哎，小孙弟弟一康，斜斜的。哎呦，他写得上去。刚刚找不到猪肝的洞，现在找不到的这个肉架的洞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挂的啦。窗帘拉好。哎，手动关，安妮啊，你提早了3格，没有啊，它没有动了。确定？确，包呢？确，没看啊。紧张某康啊！我们现在呢，完成了前面的步骤，前置作业。对，去吃一下。哎，我跟阿红师去吃，你去后面，对，是，你后面把那个炭火，跟那个甘蔗拉进来。2个月后再来找我。快点出发吧！解散。没想到你们2个可以等我2个月，是，终于做好了。哎，真的不容易耶。这是我们刚刚灌的那个猪肝，烟熏过变胆肝。胆肝，我们先试一下胆肝。你稍微沾着金枣酱。好，金枣酱看起来粉嫩的，好好吃哦。怎样？有没有那个一点的那个中药味道？有一点点烟熏味这样子。一直是大自然的甜，对，也是你调出来的甜。而且它那个烟熏过。而且我们刚刚一直没有问他说，他那个蜜酱是什么？蜜酱他不会告诉你的。你可以啊，酱油膏。那个，你看哎，来，这是腊肉，那炒的，炒蒜的。哦，这也是炒蒜苗。对。以前的腊肉比较死咸了，现在没有那么咸，没有那么稀感。对。其实正因为呢，他们挑肉挑得很 A 货。对。所以你看，1公分的，刚好3层。对，精挑细选，回收1层，然后总共有3层，就3层肉。哎，这样有把它那个肉本身的甜度带出来。对啊，好好吃哦，越吃越爽口，越吃越多。那个不一样，这炒的炒蒜苗，炒蒜苗的确实比较薄，是这个直接没有炒的那个香气，那个烟熏原味这样子。而且它那个肥肉因为已经腌了很久了，对啊，它会弹牙。
对啊，而且它肥肉有一种香气。吃鸭嗓一样，我们要吃那个有肥的，香气比较重。这次我没有做到鸭嗓，但你可以试一下，他们家的鸭嗓是厉害的。厉害的。我们主要秘方就是刚刚谈的甘蔗。甘蔗甘蔗你要经过炭烤烟熏，要6到8小时哦，才会入味。鸭皮好甜哦。其实吃鸭嗓，你不能突然间太大口的咬，然后吞下去，要慢咬、细咬。所以他们家的秘方秘汁都在你上牙跟下牙就这样挤出来，整个精华融在里面。它的这鸭肉本身不会柴，吃起来带嫩，厉害。我看个东西，它该不会也是烟熏的吧？这要烟熏多久？你猜用什么做的？它看起来就很像蛋糕啊。加什么东西呢？奶酪里面有加什么？试看看，你先试看。焦糖。乳酪，这是乳酪嘛？对，乳酪。乳酪，它用什么？它有鸭掌味啊！你吃得出来哦？对啊，因为它上面有写赏味期嘛，鸭掌味道的期间。有啦，它还是有点那个碎肉，有肉末。肉品要跟那个蛋糕结合在一起是很难的。对啊，这是你研发的吗？没有，跟朋友合作，用很多家去试，然后用我们才试成功。因为乳酪它本身也是有一点咸，很鲜的咸。然后呢，鸭掌里面呢有很咸的鲜，所以甘香的咸的来。他现在知道，你自己没有发现的？让自己笑一下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这个我喜欢，再去哪里买？这个来你这边买，这边买，这边也有。对，画一条啊，你就自己看了。哦，前面有电话，就对，你再画一次。你去这边买，我看得到，我随便你。找我们阿红师就可以找到他了。对啊。哎，好厉害哦！我从头吃到尾，你从尾吃到头，我这一片再放上去，又是一条英雄好汉。对，你看，你要吃哦。对啊，多完整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算是跟阿红师开会啊，但是这次来到宜兰有一个挂地瓜棚。挂地瓜棚，你听说过挂地瓜棚吗？饭啊。挂地瓜棚就是现在呢，我们的稻米正在丰收的时候，大家的所有的全村子人去帮忙，帮忙的就在旁边的可以吃一顿那个割稻饭。哦，挂地瓜棚。哦，这要挂地瓜棚。但是你没有预约，你是吃不到。你约了吗？我已经预约了，所以呢，昂师要跟我一起去吗？要吗？等，没有你的位置。哎，他已经说预约就2位而已，这只有预约2位，因为我们是约了一个好师傅一起去的，好吗？双手借给我，我们快刀出发来，笑人嘞，出发吧，还不能走了。哎，丑一，来，笑人嘞，出发吧。小顺在，你看后面都是田，你带我来这么荒凉的地方干嘛？什么叫做荒凉？有一些呢，真的是非常隐秘的地方，才会出现呢，让大家的眼睛全部摔坏的，要摔破你专家的眼睛，就是非常隐秘。那我知道，这肯定是门铃。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讲？它其实是挂地瓜棚。现在那边有个师傅在那边料理东西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家很难订啊，真的。我不信，你不信我带你去问。怎么可能很难订？阿瓜师在吗？呱呱，什么呱呱？你要有礼貌，呱呱嘞！阿瓜师你好，我是慕名而来。听说光是要来这边哈，要经过层层的关卡。是，他叫而来。你叫慕名，我叫而来，是。请问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现在要来腌我们的一道料理，叫13香红糟肉。是这边附近有13个村落，然后大家呢最喜欢这个味道，香味的香哦，香味的香，13香啦，13香就是代表有13种中药材，是它其实是一个统称，有点像跟五香粉那种概念一样，它不一定是5种香料，是5种的，是每一间中药房都有自己的特殊的，就是秘方这样子，是统称13香。哎，难怪我上次在台北看到一家餐厅，它叫舞蹈4香啊，我以为呢，它有4香什么东西弄倒了，不是，人家那边是那个妈祖那边有5个岛，有4个香。哦，对，这个香料很特别，它是特别法，是宜兰的一间100年中药房家里祖传的秘方的香料，所以是秘密，没错。像这个就要腌1个礼拜才能吃，所以一定要就是先提前准备好。
好，1个礼拜。对。阿瓜是听说也是呢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名师，是才会有今天的这个地位。对，没错。他在宜兰怎么走路，你知道吗？结果，结果横着走出去，哎呦，都是横的。是，听说真的很难预定的。对，因为我希望说每一道菜真的都能够精心的制作，用心料理。我觉得宜兰的猪肉都很厉害，3层就是3层，哇！而且碗很有历史，做到都可以。对，阿嬷也哇，因为我刚刚远远看到那个碗盘的博物馆，是，这个附近人大家对这个都很有兴趣。对，就是真的是收藏，比我年纪还大，比我们3个年纪都大。哎呦，这么古早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的步骤呢？其实它非常的简单对，但是我们是试了很多次的方法，才知道原来这样是最好吃。OK， 宜兰人最喜欢研究，因为他们呢以前的过去南洋平原，其实他们呢。很多东西只有他们有，包括连说话的腔调，包括他们有一些会靠，然后在地的菜，走路的样子，都是有这里才有。我就横着走嘛。我们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13香放进去，我们把它铺上去之后先稍微帮它按摩 SPA 一下，对2面都要让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手法？放感情进去。对。就是按的时候要边想说等一下是谁要吃，不要有感情喽，太有感情。好，然后第2步骤是我们要放一点米酒，米酒是去腥，然后让它湿的时候可以那个用进去，就让它渗进去这样子。哇，你这样子，然后再放，这是红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步骤。可是这样还要1个礼拜，对，为什么要到1个礼拜？那个才会腌进去啊，才会好吃。对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找了好多方法，想说到底要加什么，然后怎么料。后来才发现，其实最原始的这样子是最好吃的。对，就是这样腌。越简单的东西就不要太复杂。对，我们还试过好多不同种口味，都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后来就干脆就是最简单。然后我们为了要让13香的味道跟红曲酱的味道不要互抢，所以待会我们这个弄好之后，我们要静置半个小时。它才能加红曲酱下去这样子。好，还在静置半小时。对，哇，很漂亮，是有放感情。这样有招云哦，有招纹哦。你看这个臭头跟弄啊，我整个那个粉都已经上去了。你那个挖工里面还有多少粉？你自己看。还是你米酒倒不够啊？对，我再补一点，没有了啦。其实就他拿刮一下，刮过来，啊，用狗然后呢？它因为肉跟肉中间还有缝，就要戳它一下。慢，你好有感情哦，真的。你有没有看那个 Steve Wonder 他弹琴怎么的？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，我就说我们要静置半个小时。静置我来拿一下我的道具。好，来这边是我已经静置完半个小时的。对，这已经是半个小时，它就会变这样，因为你知道那个猪肉就是它有那个一点咸味，会慢慢出水。对，所以要让它就是静置，然后继续腌。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红曲酱放进去。好，对，这一看就不是厨师出身，但是他很愿意来面对的每一个人必须经过严格的。它里面有细节，听说你还跑到那个中药铺去和很久才和到这个秘方。对，跟他讨论很久，因为我炸给他好几次，他都不满意。是哦，他都不接受。后来试了9个版本，他才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版本。呱呱师傅，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我以前学什么的？我学历史的。哦，学历史。对。所以这一道是宋朝的。猪是从哪里来？这个猪没有，这个都要问阿方斯。阿方斯连这个猪是品种，等下就知道阿方斯的本人是谁了。对，我们待会检讨他哦。是，好，所以剩下交给你们放感情，把它再去揉捻，对，揉捏，让每一块也都要裹上去。OK。然后呢，阿瓜是，因为我有闻到很浓的酒味，是在地的吗？我其实这个用一般的米酒，但是我其实有很厉害，是我有加一点点红露酒。但我觉得这有点矫情了哈，就是其实因为纯粹是谁不矫情的呢？横着走来。对啊，有点矫情啦，就是说，因为毕竟我觉得是做宜兰料理，我还是想要一点宜兰的元素进去，所以就放了一点点红露酒，不要让它味道太强气。正因为我自己是暖人，所以我讲什么都很暖。对啊，你好棒哦，帅呆了。好，这样揉一揉还要再静置多久？就1个礼拜。我们就要让它进冰箱静置1个礼拜。真的要静1个礼拜了。那我们就等1个礼拜了。对，好。
摄影组先回去。是。1个礼拜后，这边报道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可以把手套脱下来，我们就先带大家进去里面，然后准备要来上菜了。哦，准备料理，我要去准备料理了，哇，小心小心。好，对，我知道你是拔河队的，也不用这么用力。听说阿瓜是收了很多东西啊，真的假的？进去看看，进去。好。哇，古厝呢？老板叫我们先进来看看。对，阿芳干梅，好多小时候的东西哦。看到那个很多颜色的牌子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4色牌。4色牌，滚出球鸡巴跑，就象棋嘛。它是象棋上面的那个对象。但是呢，它是跟麻将一样。这还要沾点口水才能捏起来。阿公阿伯在那边玩是？对啊，这个是谁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这是 AI 仔，白起了。你知道什么叫白起声音吗？不知道。讲说谎。对。悲唱，这是中菜的吧？是吗？这叫蟹篮，下拿。然后管拿给小金就这么。乐琴。你看这些以前的玩具。对啊。因为以前的碗还是什么那些布啊，上面都会有是谁送你的啦。平安呢？对啊，顺心。这个好复古哦，已经破了，这有录影存证，这版那个叫 key 杠，还 key 杠。满桌的菜琳琅满目啊！这个是阿瓜，这个是爸爸吗？不是老师啊，老师哦，是不是还有一个阿嬷？阿芳是阿嬷吗？阿芳就是我啊，对，阿芳哦，logo 的脸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哦，原来是那样，原来是这样。老师的秋肉菜，对啊。那阿瓜你是特别来学的，对，所以是阿芳师传给阿瓜师啦。啊。满满，足公坎的。你当作是安怎来拜师学艺？无啦，就阮两个本来拢想要去推广宜兰的文化嘛。既然无宜兰文化你上高价真好，不如开餐厅叫小人来食较近啦，食较直接啦。叫几年啊？7年啊，我们都久啊呢。阮去减了7年啊。你这姜梅跟我较早吃的无同款的，因为以前这个姜梅它的汤底是用那个竹笋丝，这是老师他们家小时候的口味。这边是用菜头啊，菜头，这切丝是不啊？不。哎呦，恁较早恁厝是有种田了？系啊。这就是阮因为阮妈妈做农家妇女的时候，拢爱煮迄个煮点心去挂掉的人家嘛。咱装卡迄点心就是上简单，就米啊，菜头签啊，下落鱼脯啊，下落咸酱下落就是送去田的人食去炒。你就食土巴的啊？你食土巴。但是你的料最澎湃的。即摆要摕来卖钱，爱较讲究。这个澎湃啦。嘿啦，袂使。其实有骨啊，红萝卜丝哦。无遐好定呢。系啊，米其林菜单料理，秋肉菜无菜单料理。这个无叫市长，叫馆长来哦，这就听无啦。那不不要再这样讲，不要再这样讲，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。我看评价是不要再打电话来预约，也不要跑来现场预约，因为今年已经满了。他今天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。无啦，你顺哥一点啊。小顺，你啊，我等你我对嘴做最难啊。就是吼。讲到就在地文化，以前的人爱做较粗糖，所以吃比较咸，比较厚重。你看，够肉吧？哦，这是腌的红烧肉。对。这是全自动的，全手动，自己转，人工智慧。是我们刚才腌的，用那个中药材，好软嫩哦。而且它里面的香气真的很好。
它那个红曲的香气整个爆发出来。以前要做酒就是要放曲，或者是绍兴嘛，就这两种。对。哦，而且三盘就要看我们姐。这是阮正港宜兰的欧迪吧。这个酱好特殊哦。古早酱吗？对，你想看没？它有个特殊的味道。哦。这其实卤肉吼，伊本身唔是讲你咧会一直滚落去，你咧滚落爱互它浸一暝，要来吃是再加稍微加热一下哈，它内化在里面啊，它有入味啦，入味极化。你来，咱宜兰有一个吃肉吃三层，中餐吧，对，而且它那个卤肉其实。油都逼出来了，所以它那个肥油的地方其实吃起来是很 Q 弹的，吃不出那个油腻的味道，很 Q 弹啊！你不要看到它肥的地方哦，尤其是肥的那边是最香的。我已经在吃了。来，我再讲不一样。哎呦，看到这个地方哈，油腻感不见了。难怪大家都抢着来吃。泉州好吃，配一下红烧肉，香肠都是辣的哈。对，配那个金枣很好加，对味。这种配梅哈，因为金枣的果香跟那个辣刚好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有点咸甜，对味。哦，袂歹。哇，这果香味的香肠。较早来吃恁兜的这个哦，这个猪仔饭哦，一定是哦。食足粗饱的啦，大家食足饱，早起过来玩。过来食。下晡无得了做啊，大家就别大树骹咧抽琴咯。伫遐困。食伤济。恁台湾岛过了无食遮好。无食遮。这里蛇肉吧，其实宜兰的特产哦，这一个你卤白菜啊，感觉一下。那种味道哦，很像我们在基隆吃那个菜味。菜味更加加热，更加加一款。对，蛋酥啊，糜酥，你听过？糜酥，他们这边就炸成酥酥的哈，就是糜酥。加饭配老糜，加包进来炖，进来炖。外面的卤白菜其实卤得很软烂，但是你这个是香气，对，鱼干扁的那种。扁鱼啊，扁鱼，养去健康。北部吼流行白菜肉，是甲肉甲米，是蛇肉吧吼，是保留一寡大白菜口感，它有那个脆度，有迄个口感嘛。哇，这是豆干钱哦，豆干钱，那豆干钱那圆啊。无啦，迄个这色的，咱那个豆皮无吼，点切贵吼，就放这个蛋干啦，就是我们刚刚很像小汉堡这样，我还没有吃过这样的。对啊，有啊，这阮罗东较出名的小吃店一块心啦。一块心我吃过，对，它是炸的，好特别哦，多一个那个豆包的那个豆香在里面。过来这一下，再转，炸豆腐吗？这你绝对唔捌食过，你那个糟饼，这用当归夹，当归料无？这有加绞肉，加一寡芝麻，这有加金枣吼，个鱼浆吼，鱼浆，你这是创意料理哦？无，这宜兰传统啊。传统，这传统宴会在家，宜兰才有迄个糟饼，煎类的吼。糟饼，你莫甲我讲你台北外省啊，总有一条哦，你唔捌行过的巷啊。我来宜兰这么多次，你说这是宜兰在地的，我第一次吃哎。这是非常在地，而且外地人几乎都没有吃过。怎么好像有点像大饼啊？对啊，大饼的感觉啊。哎，真的好吃哎，不错。虽然是咸甜，但是这个是打破我的那个三观了。真没吃过。哎，这叫做梅子丸。梅子，碧琪啊。梅子是咸的。梅子是咸的。哇，这个鱼酒就拍了有嚼，共眠，对，吃到这么个小，因就是袂使有流汤啦。哎呀，你看这嘴的，嘴甲拢啊，规碗拢看无任何料理啊啦。我们挪一下。
啊，对，真会饭后甜点。但是很奇妙哦，是因为你看宜兰人挺不要的，对呀，是，就没有文化对，那个不是泡茶的吗？这个是特别准备的，特别平安顺心呢。宜兰特别的那个地皮啊，它这平安顺心是有典故的。对。宜兰城4个城门吼，从正平啦、什么对岸啦、什么，下骹的第2字吼，城门名称第2字吼，合起来平安顺心啦。这是宜兰人的祝福语。哎，小桂花，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跟那个阿方师学这一路的？学这一路？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学历史，他算是我的学长。学长偏老，大学长，大了30届的学长。那你是循着这个历史的轨迹，慢慢找到你的大学长？对，就是一个误入歧途，也没有找了，误入歧途。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来找我，也没有别人可以找。就刚好有兴趣，然后我也很喜欢种老东西。对，这样他们给他几条灵魂这样。他也蛮爱做菜，对，也喜欢，所以就跟老师学，然后其实是先从学这个咸粥开始，然后就慢慢发展越来越多这样，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去想办法找一些味道啊，然后他就回去跟他妈妈再学这样子。妈妈再学，然后再来教你。哎，人家做感觉看他做迄个味就做袂出来，就靠近阮老母。对。啊，你演过是安怎？安怎？反正那种越简单的越难啊。稀饭要供多久？然后那些菜什么时候加下去？然后每几个秋咯，它都会有段时间。你看他们家的高丽菜炒的就像乡下炒的。用猪油，油亮亮的。有一个很特别的，是用宜兰的豆腐乳炒的。它的豆腐乳有种味噌的感觉。难怪你要学。这真的是这样的一个，这算绝门了。受不了了，想到阿嬷了。对。好像说味道是一条回家的路。你看味道那个道就是一条路。但是呢，思念呢，是阿嬷煮出来所有的菜。味道。对不对？爸爸呢？爸爸负责出去外面赚钱，爸爸一边凉快就好了。那我是这个了，银牙粿，拉嘞，拉我的胸口，我煮起来我都拉个大嘞。这是黑糖嘛？这个是叫做高等炊，它一半是咸的，一半是甜的。再来米，再来米，磨成米浆，哎呀，咸酱胡椒的啃落哈，白色是甜的啦，黑色是它的甜。它很特别，是你一起吃的时候，那个咸味才会特别突出。但如果你单吃这一边，那个咸味就没有那么重，很特别。所以小时候都是把黑色吃完，白色放桌上留给爸爸妈妈吃。这是咸的，小时候都是这样子。今天呢，有一种水果正在结婚啊，正在办婚礼。结婚是，所以我不信，没可能，没可能的代志，嗡都会发生。我要带你去仙头沙。这边呢，环境就这么幽静，而且呢，特别挑这个日期，是他们正在呢这个蜜月期，洞房花烛夜，我们就要去掀他们的白纱。但是我们现在找他们理事长。哎，理事长你好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好！没想到现在呢，水果都要住洞房了啦，真的。我们要掀他的白纱。李主弟，脚步不快。谢谢。10多年前，我们曾经在上辈子吗？对，上辈子。你上辈子，对。曾经也来这边观赏过整座山的气势。哦，对。这里后的收财，在进这里后的追购了。对。柚子，所以。盖头沙的水果就是柚子，对，因为我们到6、7月的时候，我们会帮我们的柚子树我们是盖上头纱我们不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我们是盖着婚纱的文旦柚。然后我们要进人家的洞房，要掀起他的头纱。为什么要盖头纱？因为我们这里整个中山休闲会区，我们是在推的是有机友善的一个农业环境。那我们为了不喷农药，防虫啊，对，防虫啊，还有就是说我们这里
有很多的猴子，猕猴，对，我们也防猴子。等一下，猴子不会掀这个吗？因为我有绑住，它不会掀。哦，它比较掏干。它没有，它的头脑大概是4到5岁，5到6岁而已。哦，还不会解开啦。对。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，柚子最怕什么虫？果实蝇。果实蝇，对，有一种果蝇，它专门会穿洞，然后操逃暖衣。啊，对，你只要被它电到以后，那个就会掉下来。你知道现在猴子跟那些呢？那果实蝇，一听到说中山，他们你看那边去，这边弄包起来，知道就对，这个搞嘛，中山，我不会解。所以呢，听说在你们中山的这个柚子，对，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什么都可以利用。啊，对，我们这个柚子的话，其实我们这边是东山河的最上游，得天独厚，我们的水质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水果也是一级棒的，一级棒的，人家不是一级棒，水质好哈，人比较不会长皱纹，你看，又咪咪啊，都没有皱纹，有一点点，现在要掀起头纱，先对，这里这个很高，是，所以说我们要准备的是棍子，一人拿一根。然后把那个头纱吐高的，要先绑着。哦，要先绑着，要不然它会掉哦。对，绑住，不要让它掉了。勒紧，加油！这次又得了很多金牌啊！你不要挡到最后打不开，好不好？你看猴子来说，你个怕没亏，死结。来这样子，那我们开始要接头纱。我们的接头纱来，典礼开始，对，往后面走，往后面走，很重哦，再拉，来，再拉，再拉，加油，再拉，好，再拉，加油，好，再拉，好，果然呢，里面的柚子长得真的很完整呢。对，而且我终于知道，猴子太矮了，它伸都伸不起来。是，有2只去防主人，有1只去解那个解不开。你有听到猴子骂人吗？猴子出来是会一群的，后面会有一只猴王。那前面会有10几只的那个猴子、猴孙在这边跳，那个最大只的猴王会在后面轰，然后掉下来，他们再去捡。对。但是你知道呢，掏柚子当然是一颗一颗这样转回去就好了。但是他们西瓜怎么搬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，是这样搬吧？没有，就是手长脚长的一只猴子啊，先抱住那颗西瓜，是，然后扭断了之后，在它肚子上。另外4只提着它的4只，真的假的？猴子就是拉着那个西瓜在它肚子上，然后4只抬着走。这个已经掀起盖头了。这边。那要怎么摘？要摘哪一颗？其实摘柚子很简单，柚子是一次性的，每年到白露的时候，我们就全部都可以把它采下来就对了。OK。因为我们的柚子要持水，就是你摘了以后要放个10天半个月的。还要放啊？对。哦，才会更好吃。哦，它的那个糖分在里面凝聚。对。水分。所以说我们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白露季节我们全部都一次摘。那我要记得我们回去啊，要把它劈开放好。哦，有一些人他都放在。是拿柴刀劈开吗？对，不对，用柴刀劈开，没有啦，我说放在地上要劈叶啦，对，不要重叠啦，对，你闷着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它里面会不要烂掉。好，你先摘一个，好来，我看一下我们怎么摘，注意看哦，我们用右手抓住这个柚子，好的，然后用我们的，只是左手，对，可以。我们伸出大拇哥是右手，然后放在这个树枝上面那个地头，我们就轻轻的往前面一推，柚子就掉下来了。就这么简单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先抓好。右手的地头，拿你脸过来。是真的哦，没有歪。来哦，1、2。哇，好难哦！你以前有摘过柚子吗？很脆了，漂亮。后面用那个888，哎呀，好难哦！不要这样，他有脑震荡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给管，待会我吃肉你就吃皮哦。皮比较好吃哦。那我要吃皮。他也给管，真的吗？你讲太多皮。等一下我都让你看。但是我有耳闻到，他们家的皮跟人家不太一样。对。
你也太皮了。来，我们就多采几颗。好，来，到里面。蹲下去里面摘可能会更多哦。哦，这颗有很多虫。对，因为它是有机的，没有喷农药，不会有虫，但是会有蚂蚁。哦，有蚂蚁啊。对，所以说它绝对不会是那个有虫。反正它就不管长得怎么样，就是把它摘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一次性的。对。我现在已经采了一些了。对，接下来步骤我要带你去做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整个柚子整颗都可以利用。哦，以前的我们当然是剥一剥，然后变成呢戴帽子，中秋节就戴帽子。对啊，弄蚊香。但今天不是，今天会带你去做一点别的。真的吗？好期待。好，学功夫要学到底，来 ，Go， 扛起来，好重啊！难怪你会得奖哎，很会演。理事长说，柚子呢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几乎都用得到。对，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可乐妹妹，扣了。对，还有一个可恶弟弟。我改名了。对，因为经过了制作单位呢研究了半个月啊，就发现说呢我不控制一下不行。哎，可你刚那根从哪出来的？你管我。就这里。可以，我头晕了。这是你们刚刚采的柚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来，我们就要把永续的这个柚子的皮把它刨下来，刨下来的。我们要取那个皮上面那个精油的部分。精油的部分。哇，你看顺哥就是。哎呦。看得出来他刨那个柚子皮非常的得心应手。你讲这样，看得出来在家里没有少做过。弟弟，你知道刨的地方是这一面，你一直用那个刀在这。你要刀那面贴着柚子，这样子吗？对，你是不是那超漂亮？啊，有。它这个皮，它本身这个精油的作用是清洁的。对，柑橘精油。哦，柑橘精油。对，那我们把上面的那个绿色皮的那个精油部分刨下来之后，浸泡75%的酒精，就可以那个得到一个叫做柚子皮丁剂的一个液体。那个东西就可以拿来做芳香剂啊，或者清洁。对，或者是洗碗加一起泡变洗碗剂，非常的天然。数量1颗就够了。看大小颗啦，还有看刨的程度。刚刚我差一点就唱包伟明大哥的刨，但是现在歌不能太恣意的唱，所以得用刨了。这样还被罚我就认了。哎，你这样搞不好笑脸粉在电视前就自己唱起来了。好，我们要把皮抛下来之后，就可以把它装在罐子里面，玻璃罐。这个是已经制作好的，是？对，中间这一罐就是已经制作好，可以一直泡在酒精里面没有关系。怎么像酱菜哦？我刚以为是剥皮辣椒。我们使用的是75%的酒精。哎呀。对，就是可以从效的把那个精油全部萃出来。柚子皮你装越多的话，它的浓度会越高。哎呦，所以就是自己每个人调配的时候效果会不一样。那就把它塞得满满的。对，塞满一点。柚子皮装好之后呢，我们旁边中间有一盘那个盐巴嘛，再把盐巴少2匙在罐子里面。好，既然不吃的话，我一定要放盐巴。这个也是防腐啦，因为其实防腐，以防有一些生水或是其他的那个器皿不够干净的时候造成变质。OK。对，盐巴也是杀菌的作用，2匙。2匙的部分。那盐巴装满装好之后呢，我们中间有1人1杯，那个是酒精，75%酒精。干杯子。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我们就把它装满就可以了，装大概8分9分满。这个是酒精。对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盖子锁紧。基本上我们浸泡最少7天。7天。8分了，8分这样子。锁紧之后稍微摇晃一下。哎，你不要绕枕哎。我还绕跑嘞。像我这一罐是已经放了1年。对，放1年。对，这样子，它就这样一直泡着没关系。当你需要使用的时候，但是我要请教一下黄老师的提供，它这个呢清洁什么是最好的？其实像厕所有时候会有一些尿骚味啊或者臭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你说猴子？不是，尿骚味。你看他多会流汗吗？我经常看他的衣服的最下摆全部都是盐巴。
他回去了，他老婆没有先洗衣服，先抖一抖。啊，这礼拜煮饭拢免椒盐啊啦，这样拢有啊啦，嘿。直接接筋是？对。那汗腺发达很好啊，这样很好。不是，要补充水分。没有，我有紧张。好。来，好，来，这样就一。对，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把它皮跟那个酒精分离之后，我们取的那个液体，然后装在汤姆士的瓶子，然后就可以就完成了。对，空气清净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下一趴，我们要做天然的洗洁剂、洗碗剂。洗碗。那这边有一碗，这个是我已经帮你们称好的那个起泡剂。我们洗碗的时候很习惯要有泡泡，才觉得它会洗得干净。但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萃取的这个没有用起泡剂的话，大家在洗碗都会怀疑说我这个碗到底有没有洗干净，所以我们才加起泡剂。OK。对。那我们现在用这个，我们来把它倒在这里面，起泡剂里面。对，100克。哎，轻一点。 34啊，34很多。对，它很浓哦。哎，再继续。好 ，OK。OK。好。哦。再来，还有。好，这样的102都裁切差不多，你看。可以的。哎，一样。你们真的很厉害。你说一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说2个，我就觉得我会跟他一样笨嘛。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。那有看到？ 这个已经调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一样要再加盐巴，也是为了要2匙。对，也是为了要杀菌用。最后我们要加水，然后加水的部分要加到500ml。我刚刚在这个盆子的边边已经有贴一个小胶带，你们就把水加到那个胶带线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以后其实都看得到。你大目青牛，你吹不着了。应该还蛮明显。加到那个线之后，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就可以倒到慕斯瓶里面了。 好啦，这样够均匀了哈。对的，然后把它倒进去。那我们今天使用这瓶子是慕斯瓶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挤压就可以有泡泡了，就泡泡直接清洗，所以它很省。我会尿床哎。慢一点。哎，怎么会漏尿？年纪大。那等下还有什么体验吗？ 那我们就要来品茶跟吃点心吃本尊。我们可以来洗个手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去洗个手，我们就开始去吃点心了哦。OK， 谢谢可乐姐姐，谢谢。现在这一位呢是我们的李总干事，是，这个是果肉，是的，这真的是果皮，真的是果皮。 跟你们介绍一下哦，整个这个柚子的产业，其实它从果肉到皮，叶子、它的花，对，也都有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些变成2级加工品。那这些真的就是我们在地的婆婆妈妈开始就是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了。跟你介绍一下哦。首先你现在拿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柚皮糖。柚皮糖啊，因为宜兰大家想要蜜饯嘛，所以我们就把柚皮哈变成一个蜜饯，变成一个零食。它有带果肉吗？ 有一点点，这边其实它主要还是白囊啦。它的柚子的品种就不太一样，它不是一般的文旦，它是红文旦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肉有点鲜红的。对，很好吃哎。好像就是蜜饯啊。对，就是蜜饯。它有在卖吗？有卖。它的口感很像那个芒果干，再软一点点，再软一点点。而且感觉它好像比较健康一点。所以口感完全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很难想象皮可以当蜜饯吃啊。哎，各位亲爱的姐姐妹妹们。 你们看这个真的是皮耶！对啊，很好吃的皮。想象不到了。那还有除了这个特色以外嘛，还有另外一个特色。除了吃以外还有喝嘛，这个杯子我们就1人1个。还有。对。这个接下来就是要跟你们介绍比较特殊的，就是我们宜兰的柚花茶。 就是柚子这种东西，它比较有季节性，是，所以我们希望它变成是365天都可以贩售的一个商品，就把它花跟茶合在一起。那为什么是这2个产业？就是因为我们东山河上游这个地方是主要是以茶叶跟柚子为主种，是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柚花茶。我先喝看。来。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嘛，那既然有茶，我们就会把乌龙茶这个跟我们花打成粉末，然后再跟我们的米去开发变米汤，对，柚花乌龙茶的米香。哎呦，这个跟茶就很搭啦，而且它茶的味道不会很重，不会，就是很清爽，是的，淡淡的那个柚茶香，如何？非常松软。好香哦！
茶香、米香、柚香。而这个很健康，你把3种都结合在一起。因为我常年在喝茶哈，说真的，一般喝茶的人他是不复方的，不加这个花加那个花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就是这种花香的，淡淡的。对，希望这个产业能够大行其道。谢谢。Joey，买2包柚子皮，冷包，还够茶哦。铁观音可以买个2斤哦。哇，厉害！原来柚子可以做这么多事情，真的，一个柚子从头到尾都是宝啊，真的没有浪费。所以你觉得那个宜兰文旦跟台南文旦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现实不一样，其实都叫做麻豆文旦哦，都叫同一个品种，对，都是同一个品种叫麻豆文旦，只是宜兰因为我们的平均日照输给南部稍微比较多，所以我们的果肉壮大期稍微比较慢一点，所以在市面上行口在上市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比较晚才能上市。对，所以宜兰稍微比较弱势，大概在这里。但是柚子本身的基底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吃起来也都一样的。这个你不用担心了，因为呢，光是吃芒果，它就有屏东的芒果比较早，然后呢，玉井的就比较慢一点。对，话这么说，但是呢，柚子属于季节性商品，是过了中秋节，它是断崖式的对下滑，价格可能在白露的时候，可能价格可以到80块，中秋的时候可能是在50块，然后到了过中秋之后，可能是要10块，10块啊，真的，真的是没有啊，你就赶快再创一些口号啊，过年吃柚子，神仙保佑我们，对吗？你还有这些其他的加工的，所以我们就因为想要。帮一些老农解套，就是说希望他的农产品可以多元化，对多元化，所以我们才一直在开发很多的2级相关口味。而且这个小朋友都很爱。那当然，除了柚花以外呢，柚子本身也可以做成酱啊，所以我们还有当然果酱、柚子酱，对果酱。真的，我也没有吃过柚子果酱哎。这都是我们的社区妈妈阿姨他们做出来的。哦。真的蛮浓的，但是它的底很好。你看我们刚从柚香味蛮重的，从理事长到现在总干事，追求的就是那种基本就是无毒的，然后环境保护，对，然后呢天然的，不要让土地呢有任何接到很大的压力，然后产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的柔和良善的。我们帮柚子做那个杯子啊，做衣架、做手机架啊，就是我们有做很多柚子哎，我们就是希望它是农业废弃物，然后变成可以做成再利用的 DIY 的项目。其实农废现在都很厉害，以前那些结下来的枝节都拿去丢掉，然后放在那腐烂，现在都打成一种肥料什么的。带你来这边呢，东山的粮食农创园区啊，这里呢，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，把这个过去这些旧的这个农仓啊，全部改成现在呢，食农教育也好，然后找了很多厨师们，你看，他们就在他们自己院子里面呢，种起菜来了，哎呀，来，好多种啊，嗨，你好，哇，欢迎你们来到粮食农创园区，这是我们农会的总干事，你好，这么年轻哦，总干事你好，是。哇！主厨 Vicky 啊 ，Vicky 叔叔你好。但是我们刚刚从外面进来，想说这样的一个空间，你们竟然可以呢，好像把农田搬到我们院子里面来。对。哇，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吃的，还是样品的？可以吃的，真的可以吃的，真的有在种。哎，所以这个真是粮食实作的一个战场了，而且好多种哦。所以说我们是因为随着农业的时代改变嘛，是很多农会都有一些闲置的空间，那我们就把旧谷仓来做改造，我们把它做成就是文创园区的概念，然后我们是做东山农业的主轴这样。对，像是水稻、果树跟我们的茶叶，那我们园区就有一些 DIY 的体验，跟我们的在地食材的一些农村厨房，都是跟在地相关的做结合，对，做结合。哇，那你们今天要采什么？今天要来采一个韭菜，然后跟一个辣椒。辣椒，你好喜欢海鲜煎饼。这个很辣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主要是很辣哦，很辣，跟你一样盖辣啊，一样辣。这个要怎么样采？还是一样这样割韭菜吗？要割的。特别设计的就是不弯腰，因为我们想要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体验。真的，以前农夫我们都是蹲着，对，然后很辛苦，哎呦，都是弯腰这样子，对，那个腰椎都出问题啊。像这种长辈的腰椎都不太好，海拔太高了。设计了一个不弯腰农场，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的体验过去农夫的
的辛劳，但是也不会觉得太过劳累。所以这个有身高限制嘛，太高的就不行了，因为会弯腰。你的现在就是欺负我，对不对？我的棍子在我这。哎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考他。好，这里面你懂几个？正式菇材啊，它是韭菜花嘛。对。那这个。然后呢？这个。一个西式的香料。赶快哦。西式的，很香的哦。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，可以踩一点。它是跟老鼠有关系？什么蝶吗？啊，迷迭香啦！你讲那么大声，这是一种叶，来猜一下，快点。芦荟。那你扒了叶。刚刚有说了一个叶。对，它跟你一个板蓝叶。斑斓叶了，板蓝叶，我还板根树嘞。好险，棍子收起来，棍子不要再给他了，把我们打死。但是呢，他最喜欢，这是九层塔，对不对？对。九层塔。那怎么踩？用剪的？我们可以2种方式，一个用剪的，另外一个有听过割韭菜吗？有啊，有。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镰刀。哦。这样抓着。抓一把，根部这样剪。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那它下面有酒白。太惨了。哎，好了。哎，但没有想到你们用在这么小的一个区域里面。它竟然能长这么好。对啊。那我们就采一点辣椒。真的很辣吗？你要试一个吗？吃的。不要给它开水，不要给它牛奶。很辣。没有了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后面吃什么煎饼都没有味道。后劲吗？有。很强吗？等一下啦，我待会还需要另外一个助手帮我做很多事，待会你给我躺在那边。走开 ，OK，承受得了。海鲜煎饼，那现在我们去抓海鲜嘛。那我们要去南方好了。小顺，怎样？他很幽默。他说什么？去南方抓海鲜，然后我们去冲个浪好，去乌斯港去冲个浪。这一听就知道总干事是有船的。我拍枪，下面有炮弹，有炮弹啊，有蓝枪。不要闹了，我们到厨房里面去看看。先摘几个？要摘几个？好，2、3根。油后进来了吗？后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不雄厚，在这里都闻到味道。真的，那我们到我们的农村厨房里面。好，这边很多人都可以来这边体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先报名 DIY， 真的。采的菇菜，对，所以我们待会呢把它切成小段，然后还有辣椒的部分跟鸭嗓，我们加入一点在地食材。哦，在地食材。那比较困难的先我先来。好。最困难就把刀拿给他。是。哎，我们就把它切成小段。这样子要。在他哥哥在家里是有煮饭的。就看起来。你平常在家里煮饭吗？我平常在家不煮饭。啊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只要这个是职业，他到一定的状态，回到家看到那些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平常放假日，如果有朋友要找我去唱卡拉 OK， 我第一个就是 no， 看到麦克风都害怕。而且你平常在家是不讲话的。我还是会讲话，要不然没有人会给我东西吃。好，我们加一点辣椒。去头。哎，这个品种不至于那么辣哈。然后后劲如何？后劲十足。它还扛得住。我一直听到那个风声呢。啊，449啊，嘿啊0806449，好，那鸭嗓的部分我们一样。你要切碎吗？你要切啊。稍微切一下，那这边在切的过程中，我们这个海鲜要怎么处理？通常海鲜煎饼很多都是加面粉，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用花枝浆，然后还有花枝浆、米谷粉加下去。因为如果没有抖动的话，它会一狗在那边呢。哦，我也想说开关在哪里？境内的过筛就对了。米谷粉是什么？是太白粉。是米研制的。哦，米磨成的粉。因为现在还蛮多人就是对小麦会过敏的。东山这个地方产很多米嘛，产很多米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是除了一般的稻米拿来吃以外，然后我们会做成米粉、米苔木，另外就把它做成米谷粉。像顺哥的过敏源就是我。为什么？棍子拿来啊！那个小顺好棒，给我拿来。
它揉到什么程度啊？混合就可以了，均匀混合就可以。加点盐巴，调点味。它盐巴它是有手势的，它是要这样子。这样子是。真的吗？法式的这样。一看他就知道他走哪一路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多标准，你看。你要给他加吗？对。打错了。要很多吗？对，再一点硬的口味。哇塞，这样是鸭子要吃东西一样。还有盐巴。差不多了啊。差不多，卖熊咸。还熊咸。好像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吗？这样子可以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要准备开火了。开火。哦，所以形状可以自己捏，就对。对。好，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小坨一点，这样煎的速度会比较快。哦。铺平也可以。铺平也可以，好。就会很大一点。你帮我，我来做饼。好。这个应该可以拆成2块。好像可以做蛮多的。哦，还这样子压。对，我们让它平均受热。待会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鸭掌蔬菜汤，然后还有一个油封鸭腿，然后跟一个香鱼。其实东山这边因为水质非常好，对，所以呢，养出来的各种的植物、动物都很厉害。鱼类，这个煎大概要煎多久？我们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金黄就可以了，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好，来，哎呀，自己的煎饼自己煎。自己的煎饼自己煎。好嘞。没有，那是你的。哦，是我的。那其实我真的很少上厨房。人家说下厨房，我是上厨房，因为我进不去，我会走到旁边就被赶走。走开！哎呀，真香！差不多两边金黄，我们就可以盛盘。好，我要把它端盘了哦。没问题。来。那个叫做煎饼吗？煎饼3。金字塔。煎饼3。金字塔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评评理啊，到底谁有没有在认真？煎饼塔。好，那我们就上桌吃了。开山塔。OK， 好，我们手刀上桌上。笑脸脸，出爸爸。佳佳哥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是我们 Vicky 主厨呢呈现的一副呢宜兰的山水，真的，有山上跑的鸭腿，对，水里游的香鱼，海鲜煎饼，对，刚刚煎的。汤的话呢是蔬菜汤的概念，然后加入我们的在地食材鸭掌。就是我们先用鸭掌下去炒它的汤底，然后再加入各式各样的食材，所以可能今天吃到的是这样，但如果其他的季节来的话，可能就会是不一样的。会随着当季做调整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一个吃在地食当季的概念。东山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说我们产5大特色的东西是茶、米、糊、柚、香。米的话呢是一个7叶兰香米。还有一个淡淡的斑斓叶的香气，是东山这边在地的一个特色。对，我们说它是混血儿宝宝，它是台根9号跟印度香米混合而成的一个米，对，所以我们说它是混血儿宝宝。这混合米好香哦，米香，而且它很甜呢，它不会太绵，它就是软硬适中，而且冷掉的时候有个甜味。那另外这个我们猜猜看是糯米、紫米。答案是黑米，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。它跟糙米很像，它就是脱掉外面那一层壳之后，它里面一样是透明，只是外面那一层壳它是黑色的。黑米对。市面上比较少。你这样子没有礼貌，跟他打招呼，嘿哦，先 say hi 就对。对。它味道就有点像糯米的味道。但它没有像糯米一样这么的粘稠。因为有些人胃不好、消化不好的话，可能不太能够吃糯米。但是黑米的话，黑米没有问题。对。而且我觉得它咬它的时候，好像还有一个米包这样。对。好像有那种芝麻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汤好。喝个汤先。精华，它先用鸭掌先炒。对。不要出太大的声音哦。来日本这样。好甜哦！
整个那个蔬菜的甜都在里面。因为先用鸭肠先炒当底，所以它那个熬出来的汤很浓郁，但是你又加了各式的蔬菜，所以它变得很清爽，没有加过多的调味料，就完全是用鸭肠，然后跟本身的那个对。哦，这个好好吃，这个汤的好喝，而且鸭肠还蛮脆的。对，煎过之后它会焦香。好吃好吃。这皮看切一下，哎呦，这颗这么容易取下来就先给你了。哎呀，这应该是入口即化，必须的。里面的香料的话，也是我们刚就是园子的另外一边，我们有种了香草的部分。对，所以你刚刚有吃了一个什么碟？迷迭香。对，我们有加了迷迭香。这个就有点像法式的料理。这个那煎到有点那个，好嫩哦，脆，然后硬，然后里面是嫩的。哇，这个樱桃鸭可以煎到这么嫩，不容易，真功夫啊！但你知道为什么宜兰这么多鸭赏啊、樱桃鸭？就是早期的时候，宜兰这边有种很多水稻嘛，种很多水稻，然后会养很多的鸭下去帮忙除虫害啊、杂草啊。鸭煎稻，鸭子呢在里面负责除虫、巡逻，有时候会有一些福寿螺啊什么螺，在里面，对，所以它就吃掉这些害虫，然后跟杂草部分。好，我们另外一个重点，香鱼，直接啃了啦。但是你啃之前呢，我要问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你知道怎么分公跟母吗？体型吗？是背的这个弯腰的角度吗？靠近差一点点，那就先问他们，你是刚也不？你是刚也我。这样子，它的怎么分？这两只是有一只是公的，一个是母的。今天都是。今天都是母的，今天都是公的，今天都是公的。好，我们分公母呢，就是看它的尾鳍这个部分，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直角一点点，是公的，是公的。对，那我们后面的背板那只整个是圆弧状的，是圆的，是母的。没错，一个从看这个形状，对，一公一母。皮也是焦香脆脆的，就光煎就可以吃出它的原味了。那里面那种嫩度真的。哇！我想问一下，公的跟母的吃起来有差别吗？还是跟没蛋软而已？对，就是蛋的问题。蛋的问题而已。游客会很喜欢我们说，到底是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？那我们就会跟游客说，就是公的我们就是吃鱼肉的甜味，那母的话我们就是吃蛋的部分。对，因为它的肉质其实蛮细的。对，很细。因为以前我有吃过那个。要先把所有的骨头上然后从屁股这边慢慢拉出来。对，那就知道没肉的。对，脱骨秀。它里面就是也有鸭肠，然后海鲜那个花枝，然后那个鱼浆。我觉得用米谷粉吃起来。可以吃到这个食材的鲜，然后海鲜的鲜，因为一般用面粉嘛，我都裹一大坨，然后都只吃到面粉皮这样，它就是个衬托而已。然后它主要就是把海鲜，然后跟蔬菜的甜度，然后跟鲜味把它结合在一起。而且我喜欢吃这个香鱼也好，或是秋刀鱼也好，它的肚子有点抠干嘛抠干，有没有？来一个 Happy Ending。哎呀 ，Ice Cream。四季春入了冰淇淋，真的都照顾到了，对呀，面面俱到，所有的东山5大特产都在这里，都有了，没错，就在这个套餐里。那我们先吃一下冰淇淋的部分，对，下面还有米花，对，蹦米汤，通常大家都会放饼干嘛，对，那因为我们特地来到东山这地方，对，旁边那个是宜兰的另外一个特产金柑，这冰淇淋满满的茶味，不甜。真的谢谢你，不会。最后我们能用这一杯呢，叫古利威来敬你我们的这个木耳露啊，敬一下我们的 Vicky 主厨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到东山，对。那我们待会就手刀出发喽，好，那你也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？好，小人类，出发吧！
看到这个气势磅礴了没有？好可怕！每周三晚上限定，对，只要是天气好的话，这1公里的气势，1公里的人潮啊！对啊，哇塞，好可怕！还好我们下午已经跟他们约定了。我哪刚刚看到某啊？林某，对，你老婆有来？真的吗？张瑞佳老婆？真的吗？这一枚吗？你是帮我们来排队是吧？帮你站中间。是不是限定版的？要唱歌哈？要唱歌是吧？没有。哎，这段时间来过得怎么样？这段时间幸福吗？幸福，好好讲嘞。非常幸福，非常幸福啊！但是今天难得你真的跟朋友来排队，来排队，他是真来排队。这样子，那我们不要影响人家后面排队的。不好意思。那你先排，你先排。我先过去。来，不好意思。那真的你老婆耶？她这是我老婆，不是。我不相信你这么小智会遇到一个这么大只的，可以吗？他会一手可以把你举起来的。在某身高差。哦，好，你的朋友也很害怕上镜头哈，很怕红的。他不怕的。出来，哎，出来，不怕就出来。你以前就喜欢吃他们家挂包了吗？第一次来的。今天怎么那么多人第一次？很多人潮哎。这一人只限定买1个，他把小孩什么都带来，这样子，这样才能买多一点。怎么这么厉害？有这么多人要来排队？对啊，因为那个挂包跟以前就不一样，不像传统比较创意的。创意的，还有韩式泡菜、泰式、墨西哥、意大利，哇，好多！还有美式墨西哥。招牌，你们敢吃辣？他吃辣。哇，可以，那你就吃招牌呀。我可以吃非常辣。OK，跟你一样辣。说它很辣，是又好吃的，是？你真的好辣哦！真的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日式好，日式还有日式的。对，日式啊，吃招牌墨西哥。哎，我看你们那个很特别，还先炸成金黄色。对啊，炸成金黄色。那我们就是有一种银丝卷的感觉。哦。好了，这个是招牌的墨西哥的辣呀，满满的料。哎，那好了，日式的好了，日式。哇塞，好像小汉堡，而且我看到他用那个酱 mayonnaise， 哎呀，中间是什么？柴鱼，而且里面有肉，好像烧肉。如何？烧肉，它旁边有那个甜甜的那个柴鱼。哇，很烫呢！但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个锅包是硬皮的，吃了哦，哎，它，那个锅包真的有那个银丝卷的那种口感，外皮酥酥脆脆的，然后因为它是辣的，然后它的酱就是切碎洋葱跟番茄，但是虽然辣，可是吃起来很爽口。我跟你讲啦，它会这么多人排，就是它的皮就是银丝卷的皮，超香的。它那个酱真的是调到真的是非常赞。你不要舔鼻头，我怕我忍住想要把它吃干净。走开。哇！我们要接下来吃个油饭 ，special 的吗？对，是麻油的。第一个你要挑一个很好的麻油，要找很好的米，你才有办法把那个整个油饭的那种吉祥的气势把它逼出来。哦，你看这个德府哎，你看那个师傅已经在麻油在炒料了，对吧？好香哦！以前一开始是家里有长辈在做这个吗？没有。那一开始做什么？卖汉堡。卖汉堡，这么特别。所以你自己呢，这个脑袋瓜一转就转到这条路上来了。老婆爱吃，老婆爱吃，所以就转行。但是没有想到能够在那个庆州夜市上面找到自己的一个天下。其实我们这一趟呢，已经知道说他们宜兰在地的米是非常厉害的。那师傅用什么米？用什么米？长糯米。长糯米吃起来它
比较有 QQ 的。啊 Q 感 Q 有 Q 感。糯米的话，一般都是包粽子会比较软绵绵。哦，软绵绵的啦，哎呀，所以油饭吃起来应该就是粒粒分明的感觉喽。来，米饭来了，噔！哇！所以你这样一个晚上大概要弄几锅？新锅大概是10锅左右。哇，10锅！几点到几点？我大概从5点开始，做到大概9点。 5点到9点就要10锅了，是差不多。哇，现拌的哦，香哦，而且呢用那个木桶可以创造它更难以解释的一种口感啊。但是我刚刚看你那个料放那么多，里面大概有什么？我们里面有放本地的香菇，还有枸杞。枸杞，我们用的是猪的腰内肉。腰内肉啊，所以你现在练这个功夫已经练多久了？从创业到现在大概3年多了。3年多，那也不得了了。 他的手臂本来很细，现在没这么大只了，撸来撸抽，所以人家说那个是什么手臂？油饭臂，油饭臂。所以你这个油饭为了老婆是自己研发的，是去外面学的？各一半，各一半哦，都有。其实他如果没有他个人的味道的话哦，他回去没有办法交代了。对，他说你这个里面没有你对我的单一感情，吃到老婆满意，吃到老婆满意为止。OK。 好来了，好了，现在要先放到，而且你看哦，他刚刚的那一锅上了，前一锅已经卖光了，他现在马上第2锅又下，现在这是第3锅的后面了，对，后面紧接着已经先预备好料了，我们在等，真的，而且每个人都吃到面无表情了，真的。来，尝鲜，对，热腾腾的油饭，一个油饭好吃，其实里面的酱料是它的灵魂，哇，是辣的，来了，这是辣的是吧？它是这样干吃就可以，还是一定要辣的？辣的话，它的风味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你看，金黄色，真的是粒粒分明哎，而且刚刚起锅。 所有那个热度还在嘴巴里面还在跳动，灯秋，对，哦，这应该是停不下来的吧？古早味，不管你刚刚吃了多少东西，现在你是停不下来。重点是它的麻油也不会抢过那个油饭本身的味道，各自有各自的它的这个角色扮演。对，听说他们的辣椒也是很厉害的，他们说辣椒是自己炒的，重点是他们不用加甜辣酱。 一般吃油饭很喜欢加甜辣酱。你确定你可以吃？我吃一点点呐。好，来，我老感觉我脸上有一个米饭粒。是这个吗？我帮你拿下来。拿不下来，它永远黏住了。好厉害哦！真的吗？最后加。 那好吃的时候呢，下巴会动的。他注意看哦，吃这种要下巴动，注意看呢。可是你的食物没在动，这叫感动。它的辣椒炒的好香哦！来，简直是开胃。还有什么？排骨酥。排骨酥，还有排骨酥，手刀排骨酥 ，Go！ 哇，你看沿路有。 果汁的、西瓜汁的都有，猪血糕、基隆的有肠桂、炭烤的满目。你看小朋友玩的、吃的、玩的、喝的都有。看到没有？输了。五谷排骨酥是。不用钱。不好吃不用钱。不好吃不用钱，你每个都说不好吃都不用钱。来，全部再来一份。米芳姐。 而且有盐味、椒盐、蒜味、椒盐、梅子粉，好，当零嘴吃啊。对，而且都没有骨头，这个是今天早上杀的猪。哦，新鲜的，新鲜，入口之后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对。 6种口味，对，6种口味，一次拥有。我要梅子的。这上面有那个梅子粉，这是海苔。哇，好胖哦！那个梅子的超好吃，因为梅子的那个酸甜
然后那个烤肉本来就好吃，哎，真的一个骨头都没有哎。哎，我真的吃排骨酥，好像在吃咸酥鸡哦，它肉超嫩的。对啊，是不知道它是排骨哎，胶原的，有一种柠檬的味道。芥末，我是吃芥末。宜兰人太幸福，光有这1公里就够了。这1公里，我们要吃也吃不完。你看，一望无际，真的，一望无际。而且夜市最能代表台湾文化。对，然后每个摊都有它的特色，跟他要讲的故事跟美食。哇，太厉害了啦！如果呢你还没有来过这里，对，金沟夜市，赶快哦，赶快手刀拿起来哦，来啊，大家一起喊一下哦，小奶奶出发吧！待会我们射气球呢，要有个输赢，是，输的人要在路中间大喊东升超市，对，三山皮豹，笑脸出发吧！啊 ，OK， 哎，来，快倒，在前面，应该是 OK 的啦。真的吗？你呢？听说你蛮会射的啊！哈哈，这可是我的强项呢！哈哈，你这个，我这个，来，你先，预备，哎呦，哎，这算准的嘞！哎，哇，100发100中！完了！哎，满把哎！还有一个，直接喊好了哈！我相信你绝对很会射，因为我看到人家很厉害的，我就射不住了啊！哎，有，只要不要 miss 就好了。然后，厉害！哎呀，太强！哎呀，把把命中！哎呦！你是把它想象成我吗？拉的都是你在旁边一直吵，这样子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，东升超市33频道，笑人呢出发啦！喜欢带着简单行囊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充电去。